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一颗鹿角蝴蝶兰。去年6月份买回来之后，就一直都是用桃栗木炭种植的。这个花苞好像黄掉了，就是因为看见这个花苞黄了，就想赶快给它换一下植料吧。用桃栗木炭种植了1年。桃栗已经长了青苔，特别是线面这一部分，由于平常都是用一个外杯套着，外杯底线面有水的，所以底线面这些都长了青苔。每次浇水看见都感觉不是很舒服。这棵兰花自从去年6月份买回来之后，没多久长出了花苞，就一直开花开到现在。花朵是一朵一朵的连续的接着开，已经10个多月了，花朵从没停过。里面的根好像长满了，左右捏一下松了。看看这个杯子，线面长满了青苔了，感觉好脏的样子。虽然兰花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生长环境，但是还是需要给它换一下盆，换一下植料。用桃栗种植的好处就是根不会粘得太厉害，抖一抖这些桃栗都脱落了。根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，没有什么烂根。除了这一条干死的根，有1、2条干死的根也是非常正常的。这些根也会自然老化，把这些已经干的根修剪掉。虽然它们没有烂，但是留住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。把它们剪掉就好。鹿角蝴蝶兰如果种植得当的话，它全年都会开花的。就像我这一棵，2只花梗不停地开花，左边的花梗开完了，右边的花梗接着继续开。我在 Go Country August 看见老板有一棵种植了20年，他说已经连续开花有差不多20年了，从未间断过。我也是因为看了那棵兰花之后，就喜欢上了鹿角蝴蝶兰。我现在有4颗鹿角蝴蝶兰，这条根紧紧地粘着这一块木炭，我把它掰下来吧。干的根已经修剪得差不多了。这边的这一条根要不要把它剪掉呢？虽然它下面这一节还是长得非常健康，把它剪掉吧，反正它根还是比较多的。根已经修剪好了，这里还粘着一块桃栗，因为粘得太紧了，就由它去吧。今天准备换一种种植方法，准备用水苔来种植。首先把水苔泡湿，拎干水分，打蓬松。这种种植方法用的水苔的量非常的少。首先把一小团水苔塞到这个根的中央的地方，再用非常薄的水苔把外面的根裹住。用的水苔的量一定要少，不需要很多水苔的。我把几条比较长的水苔塞到里面去，
剩下的水苔就轻轻的把上面这些根裹住。浇水的时候，这些水苔就起到了吸水绳的作用，把水吸到上面去了。今天用的杯子是无洞的塑料杯，直接的把裹了水苔的根塞到杯子里面。就这样可以了。接下来用一个小棍子把里面的水苔弄得均匀一些，轻轻地把里面的水苔拨开，把里面的缝隙都填满了。把水苔弄均匀了，到时候浇水的时候，直接把水倒到杯子底下面，大概是1厘米的水位，水苔就会慢慢的把这些水吸到上面去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最近我把我所有的蝴蝶兰都换成了用水苔种植，原来都是用桃粒木炭珍珠岩种植的。因为桃粒都长了青苔，要倒出来洗一洗，暴晒一下。也想这换一种种植方法，会不会浇水的时候更加方便呢？原来用桃粒木炭珍珠岩，上面用一些水苔种植的方法也是非常的成功。只是在给它们浇水的时候，都需要给它们喷水。蝴蝶兰越养越多，每一次给它们喷水都需要几个小时，浪费很多时间，所以呢，就想想换一种种植方法，会不会省一些时间？如果不用水苔种植的话呢，也可以用桃粒木炭珍珠岩，用杯子无洞的种植方法也是可行的。我之前也是用玻璃杯，用桃粒木炭种植的，只是用玻璃杯的话挂起来，因为玻璃杯的重量比较重，所以后来就改成了用杯子有洞的种植方法。上面这些地方可以不放水苔，我觉得放一点，外表看上去比较好看一些。这些水苔的质量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蓬松，所以用的水苔不需要很多，1、2条也就解决问题了。用过的桃粒木炭珍珠岩怎么处理呢？我通常都是给它们泡水，然后把它们洗干净，放在太阳底下面晒一晒，就可以循环的使用了。桃粒木炭珍珠岩的好处就是可以不断的循环使用，不像水苔，水苔大概1年就要把它们换掉了，因为水苔是有机质料，时间长了它会老化，会腐烂。好了，这一盆鹿角蝴蝶兰就换好水苔了，别忘了把明签放回去。我有2盆，在换盆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把这个明签放回去，后来再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，还需要跑到订单里面去查那一颗是什么兰花，费了很大的功夫。这一颗兰花现在可以挂回架子上面了。今天的分享也就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